好看吗？娘子看上的不是荣花，是做荣花的人吧？女子今生本就不易，我是女子，所以乐得帮助女子。如果她识相的话，花荣在做些什么？逼着季家接了好些朱颜驼的订单，又派人去盯着登记造册的警官府。你觉得他如何？聪明，狠辣，但都还不够。若是登记造册在1州城内出了岔子，总归是近在咫尺。那季娘子如此聪慧，应有应对之策。娘子放心，此事我已经安排了后手，要不要动，全看娘子抉择。要看他怎么抉择。蜀地芳菲，众家共享。今日芳菲宴，共贺魁首，百业同欢。开始。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大声点儿！今天你说能帮我卖10坛酒，那日你在我酒馆砸的那些，我便不计较了。那日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还请女掌柜不要再提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兄长替妹妹出头，不是我羡慕不来的。当真？当真。这比只卖4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呢？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还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。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杀星？你认识他？牛五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尘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被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文君酒，我阿兄什么时候改行卖酒？15文钱2坛。我要10坛酒，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想补偿我，还是想让你自己的心里好受点？是我打扰了，告辞。这钱，有钱自然要走。那这荷包是？这是我以前买来送给你。这不要了？不要了。以前的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哎，
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？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我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嘛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你最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切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添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添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贯。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的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，她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贯！250贯！这250贯，这比魁首娘子我知道。这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户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宁。我家的松花与沧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
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爷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第6次。来，都朋友。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景郎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郎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鼓掌便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丝线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夜诧异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我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
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那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近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了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以后再也别插手季英英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一定要罚我。霍相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么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
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操，差他个底儿朝天！哎，王手下。哎。走啊！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
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天增狗的吗？接应。杨警官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狗爪这么快？乖，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我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私闯我花家府邸？花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杨警官，你也别来无恙。甚好甚好。我记得，过去我是孝敬过您的。就算您嫌少，也不至于今日来抄我的家呀。你们花家偷做假账，逃避税赋，真当本官一无所知呢？杨警官，没找到花香肉。花掌柜，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平日里就爱在外面鬼混，昨天晚上骂了他几句，他就跑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把人抓来。行啊，那就有劳花掌柜
随我先走一趟吧，请吧。那杨静兰不由分说的就抓了花掌柜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还是真的贪心不足，想以此获得更多利益？与我们无关。可是万一花掌柜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要不要先留着他吧，看看那个杨三郎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可是花掌柜隐约知道山里的情况，若是那杨静兰去山中查探，若也像前一个警官那么不识趣，那就让他有去无回吧。那季莺莺呢？将军信中说，宫中在寻蜀红丝。若是我们真的能逼出蜀红丝，那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季归南死后，全益州盯了季家这么多年，可有盯到些什么？娘子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真正的蜀红丝，我们有的就是真的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口说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郝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昭，民女贪财，又忌惮季莺莺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莺莺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收下季家做母仆。后来季莺莺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季莺莺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
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岭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来逼着你？不说，你是觉得逼你的人会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？有。釜底抽薪，你我之间走一个人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花香容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花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他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真，要不然怎么能诈到我？你这是引火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暗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好。手臂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的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但蹲下。但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！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。包教我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。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
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基造册。1周的核印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，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这花掌柜的背后，可不简单呐。他已将所做之事，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，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。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，有负于姬家的，唾弃姬家的，冤枉姬家的。但向姬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姬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看到你夫人在喊你快点回家吃饭呢。哎呀，你莫催，慢光出细活啊！太费红花饼了。晋娘子，我家娘子请您一叙。你家娘子是？牛将军之女牛五娘子。我与你家娘子毫无交情，她为何要见我？我家娘子见您在芳菲宴上送的绒花，十分喜爱，想要请您按照我家娘子养的真花仿造一批，不知您能不能接？那我得先看看那些花。
追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按您的吩咐，在山洞附近探查，一连几日皆无动静。近日突然出现一拨人马，将我们围了。娘子，季娘子来了。见过牛五娘子。季娘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请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与季娘子一见了。茵茵一介民女，与娘子只有过一面之缘，娘子是如何知道我的？斗芳飞上飞花漫天，朱颜驼一鸣惊人。在这一州城内，谁不知季娘子名声？其实我很羡慕季娘子。羡慕我？牛五娘子身份贵重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想如季娘子这般，以女子之身成就一番事业，向我阿耶证明，女子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。娘子好志气，娘子定能心想事成。好茶。季娘子，你可愿与我合作，共掌这一州锦业？我知道季娘子与赵二郎君两情相悦，却受赵家阻挠。我可成就你与赵二郎君的一纸婚姻，亦可让季家重回你阿耶在世时的荣耀。牛五娘子手握权势，富贵荣华，即便是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又何必自降身价？都说伤者为鉴，茵茵实在难以相信娘子的一番言辞。季娘子是一个谨慎之人。好，那我便带季娘子去看，我所求为何。这位是我阿娘。我阿娘16岁便嫁入到这里，为我阿耶生了5个孩子。我阿耶一心只想要一个能跟他行军打仗的儿子，可惜接连5胎都是女儿。生我时他身子彻底败了，再也无法生育，也再未踏出过这个院子。将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夫人她也不认得我。将军，她现在是一个只会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。我的4个姐姐都被我阿耶嫁给了同一族人，能帮助她换取权力的人。我也同样嫁过2任丈夫，但我不服。女子不能从官，我便从商。我一定要向我阿耶证明，我绝不会输给他让我嫁的任何一个男子。
五娘子有这等志气，英英佩服。飞花会、朱颜驼，都足以证明你的价值。与我联手，我会将你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益州城的锦业，会尽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五娘子的价码实在诱人，你的推心置腹也让我感激。只是茵茵认为，感情的事无法掺杂利益，我和赵二郎的感情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。而且我成立飞花会的初衷，是为如朱小娘一般无权无势的人争出一条路来。若是应了与娘子的合作，那我与那花掌柜又有何区别？所以，恕茵茵不能答应。所以我说，季娘子还并未明白权势的滋味。权势就是我不想让你做成的事，你一定做不成。登记造册的文书不是应当送往长安了吗？难怪当日花掌柜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接下朱颜驼的订单，原来后手在这儿呢。牛五娘子便是花家传说中的靠山吧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季娘子可否回心转意。茵茵心意已决，谢牛五娘子厚爱。天色不早，告辞。季娘子，请留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哎！季娘子，我给过你机会。牛五娘子此举，更加证明了我不与你合作是正确的。不合作，便与我为奴吧。季娘子什么时候染出曙红丝，什么时候再离开这个屋子。且慢。现在后悔，已经迟了。牛五娘子，可否与家里去一封信报平安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你也不想事情闹大吧？小门小户没处闹，可国舅爷还在我们飞花会呢。给他纸笔。是。娘子，写好了。阿兄阿娘，我打探到，益州城300里外发生山石崩塌，造册文书被堵在那里。我租了马车，亲自去取造册文书。时间紧急，来不及跟你们细说，望见谅。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些红花饼等原料。朱颜驼用量极大。上次买染料时，孩儿带的钱财不够，多亏了玉掌柜，便付了2贯钱，还望替我归还。阿兄阿娘，勿忧勿念。一会儿送到季家。是。看好他，他若逃了，便用你的命来替。是。这些都是人属红丝的原料，怎么备得这么齐？你
还不干活，磨蹭什么呢？我盯着你呢。想染曙红丝，就这些普通的原料，那怎么行啊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楠木烧的锅灰8两，长在山石中的茜草1斤，清晨缀满露珠的红花3斤半。就这些吧。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！还不快去！耽误了染丝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你等着！娘子，季莺莺真的能染出曙红丝吗？她能染出就用她染，染不出就用我们自己染。花掌柜已废，季莺莺不从，山中最近又不太平。即便不是杨静兰，也一定有其他人盯上了我们。隐藏一滴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入海中。织姬本不应该出现在山上，但若出现在井房内，那么谁也不会怀疑。娘子，将军来信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娘子，你看吧，件重要的与我说。是。将军又着人为您相看了，是右节度使的远亲，要娶您做田房。将军他，您毕竟是他的女儿，又不是一件礼物。小声些，这里是牛府，不是我家。雨渊实在是替娘子不平。季莺莺喜欢的那个郎君，是益州锦户赵家的，叫赵修云，好像是。赵家足够做那片草水的海捞。二位公子，辛苦了，里面请。来来来，在2楼。在下或许走错了，多有冒犯。没走错，是我约见的赵二郎君。娘子是？家父是益州府副都督牛己，我在家中行伍，郎君应该听说过我。牛五娘子，不知找赵某是为何事啊？郎君确定要一直站在那里与我说话？素昧平生，为娘子清誉着想，赵某还是站在这儿吧。我的名声你是知道的，一直站在那里是对你的清誉不好。娘子若是别无他事，赵某先行告退了。我是季娘子的朋友，还有几句话想让我告诉你。玉渊。是。烦请郎君稍后。牛五娘子，到底是为何事啊？
凭我这张脸，这个身份，见到我的人，不是害怕便是恐惧，不是躲避便是巴结，唯有郎君，毫无异色，不为所动。难道你不怕我？赵某从不以貌取人，只信人心。告辞。郎君不想知道季娘子留下什么话吗？不想。英英定不会让娘子这样的人传信于我。在郎君眼中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步步为营，心意难测。好，那我今日便让郎君看清我的心意。我对郎君一见钟情，心慕不已，还望郎君成全。娘子切莫乱讲啊！赵某是有婚约之人，可能要辜负娘子的厚爱了。是花花染坊的季娘子。莫动！可我怎么听说赵家已经登门退亲了？但赵某此生只愿娶英英一人，还请娘子莫要为难。赵儿郎君可知我刚才那番话的分量？我是牛景之女，在这益州城中，没有我办不到的事。牛将军之权，谁人不知？只是赵某确实无所求。若娘子今日别无他事，那赵某谢谢今日款待，先行告辞了。稍后赵老太爷便会听闻娘子为约见赵二郎包下整个散花楼的事。只是这赵家真的会有动作吗？赵老太爷是聪明人，他会明白的。可是娘子当真要选择赵二郎君吗？你觉得他不好？他知道我的身世后不卑不亢，见到我的面容后不惊不恶，就凭这一点，已经胜过万人。可是他心中已经有了季英英，他是不会真心喜欢娘子的。真心？你觉得我需要这种东西吗？与其被阿耶送上不知是谁家的花轿，不如我先下手为强。赵家是我能操控，且急需操控。赵家便是藏难一滴水的地方。有了赵家锦房，我何须费力在那山中造景？季英英，既然你不肯屈从于我，那我只好横刀夺爱了。不知道阿兄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？我问过玉元姑娘了，她说染曙红丝根本就不需要你说的这些东西。你耍我是吗？染丝的是我，他们知道什么？你还顶嘴！看我不教训你！看我不教训你！你还跑！你还顶嘴！我看你怎么跑！你跑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教训。你要是再敢耍我，我打死你！把他给我看好了！
父，听闻牛五娘子对你有意，祖父怕是误会了。我跟她只是萍水相逢，一面之缘，何来有意无意啊？是她无意，还是你无意啊？你今日服了牛五娘子的面子，可曾想到，牛五娘若是怀恨在心，那即便我赵家锦再好，也赢不了锦王。祖父，可我已和莺莺情投意合，定然接受不了牛五娘子的好意啊！糊涂！我同意你娶季莺莺，是因为她手握飞花会和朱颜陀，嫁到我赵家如虎添翼。秀媛，可若是你能娶牛五娘，孙儿不愿。放肆！我已派人去牛家提亲。混账东西！祖父，她定不会想要嫁给一个废人。孙儿信，不可以。那你就跪在这里，直到想清楚为止。孙儿跪。我，家主，家主，牛府传来口信，想请赵二郎君到府上一叙。回牛五娘子的话，赵二郎君定会赴约。是。郎君看起来憔悴了不少。拜牛五娘子所赐。我可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你赵家来我府上提的亲。牛家权势滔天，昨日散花楼一进，你是不是就早已设计好今日的一切？请。即便不喜，也不露声色。郎君让人钦佩。方才郎君问我是否有意为之，可怜我一片真心，竟被郎君说得如此不堪。你我不如开诚布公。你愿自降身份，加以我这商户之子，到底有何居心呢？待我们成婚之后，有些事情我自会向你帮的。看不出啊。牛五娘子为了将自己嫁出去，如此着急。放肆！郎君可知，我脸上这道疤从何而来？人人都道我牛五娘命不好，克夫。实际呢，是我想他们死。所以他们死。这道疤是我阿爷给我的教训，他当时气急了，
出手难免失了分寸。可是我很感谢这道疤，它为我换来了掌权办事的机会。权势曾经强迫过你，如今你拿它来强迫别人，这便是权势的美妙之处。玉娘，玉娘，你找我？石英英叫我来的，说是上次买染料时从你那儿拿了2罐钱忘了还，我就凑够了1罐。2罐钱？啊。若日后我遇到麻烦，我想法子给阿玉你传个讯号。我若说还你1罐钱，你便来救我；我若说还你2罐钱，你便喊上杨警官一起救我。他什么时候让你来的？昨天啊。你昨天怎么不来啊？昨天在凑钱。他人呢？信上说去打探登记造册的事儿。信上？你没有见到他人啊？信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玉掌柜？外边等我。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杨警官爱民如子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逆子啊！我若真危机到需要2位一起来相救，那么杨警官之前想知道的事情，你问什么，我便答什么。便就是要救你，也要知道你在哪里。有这个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无事，赶紧回家吧。可英英留下1封信便走了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要不我还是雇车去找找吧。我去找，你回家等着。还是我去吧。回家等着，信我。哎。今日我请郎君前来，还有一出戏，想与郎君共赏。看完了，郎君说不定会改变心意。娘子说：“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让你逃。”这又是什么折磨人的新法子？也是活命的机会，就看娘子要不要了。英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请郎君看戏啊！郎君最好离窗户远一些，这些拿剑的可听不得响动，否则会忍不住射向季娘子的。娘子，别动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啊？困兽犹斗，郎君不觉得好看吗？季娘子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还要继续吗？我真的会杀了你的！
杀了我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季家、赵家承担得起吗？抱歉，出去了就放了你。放我走！放我走！你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了！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逃命的招数都一模一样。放我走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赵二郎君一看就未曾杀过人，想杀我呀？需不需要我让他们再杀几个，好好教教郎君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郎君说过了，我对郎君一见倾心，愿永结同好，还望郎君成全。是不是只要我拿了这个，你就可以放了爷爷？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爷爷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蜀红司，我已禀明刺史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，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啊，那就打扰了。给我搜！是。
杨警官，路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路面也没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叫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金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金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金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宁武娘子，这苦肉计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死者身上除了手背上有2个细小的伤口，没有别的伤痕。根据判断，可能是毒蛇咬死的。我们刚去了牛家，回来花掌柜便死在这牢里，此事绝非这么简单。但恐怕我们查来查去，最后至多推出一个替罪羊出来。你说，他既然是弃子，为何不一开始就杀了他？你的意思是，花想荣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而花掌柜笃定了牛武一定会来救他。那又为何现在却杀了他？我们查到了牛家，他怕我们以此为线索，从花掌柜嘴里问出更多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宁可懂，比我们更早的找到花想。把花掌柜死的消息贴出去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也要赌一把，看看这人间是否还有真情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们现在回来了，这是警官府，他不敢来这儿抓你。没想到会这样，不想那个逼你死的，我没想到他会杀人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那牛五娘心狠手辣，草菅人命，那逼你的死与你无关。阿玉，以前我觉得自己无非就是跟一些商户斗一斗，至多就是生意成败、赢钱得失。我从未想过有一日我将面临这样的敌人，他们是生命如草芥，杀一个人就如碾死一只蝼蚁一样轻松。就跟我阿爷，对了，这事没有告诉阿兄和阿娘吧？我没说，你放心。这事他们知道了，只会徒增烦恼。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
那是牛景，宁副都督的女儿。是啊，宁副都督的女儿，那又怎样？她不会因为我退缩就放过，我也不会因为她是谁的女儿就此罢休。阿玉，我不能退，我没有退路，风霜刀剑都得走下去。杨警官既然救了我，我也不会食言。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那你们聊。不着急，改日吧。我接下来应该会很忙，怕是你今日不问，我会忘记的。先坐。你阿爷的事，我大力听说了原委，仔细推敲，整件事的疑点为时不少。堂堂景王，有的是谋利的手段，何必犯下这欺君罔上的罪行？这些，你可曾想过？但想过又如何？家道中落，我阿娘重病，光是谋生，便要用尽全力。即便我知道我阿爷的死另有隐情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楚红丝，我现在染不住，将来一定能染住。如此，也能报你救命之恩了。杨某，拭目以待。杨警官，家中生意离不开我，我还得尽快回去，还请杨警官帮我们准备个地方梳洗一番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安排。多谢。马车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你去送季娘子，出了警官府走小路，到了季家门口隔些距离便停车。是。多谢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名花有主吧。既然是花，就算是别家的，也不敢让它落了。不过是杨家弃子，下等小官。今日他害你奸细，来日我定让他血偿。今日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当着他的面，您若不把戏做足了，此事恐怕很难善了。只是什么？你但说无妨。你就这么杀了花掌柜，是否有些草率？奴婢担心花想容会不会？什么是夫妻？你是与我一起见识过的。同生共死，不过是画本里才有。花想容向来胆小懦弱，没了花荣撑着，还什么都不是。花荣活着
他或许还有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希望。如今花荣死了，他怕是早已逃命去了。就算是他赶回来，我也能让他有来无回。娘子还是想要季莺莺，不逼上绝路，他怎么会明白？谁才是他的主子？好，停。季娘子，到了。听说这朱元陀没人登记造册，我这订单也签了，定金也付了，你们季家这不是害人吗？还钱！还钱！我们等不了这么多。诸位，请再等一等，莺莺已经去取造册文书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还等什么呀？直接闯上去，拖他们去见官。走，见官去！见官，走！住手！见官去！见官，走！哎，金英过来了。诸位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文书拿到了吗？桂叔，先把阿娘扶进去休息。阿娘放心，我来应付。金英，当着这么多掌柜的面，你说句实话，朱元陀是不是没能登记造册？我们的定钱是不是血本无归了？对呀，对呀。诸位，朱元陀登记造册文书确实没下来，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，还请诸位稍安勿躁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的缓兵之计啊？你要是嚷不出来，交不了货，我们是要赔给买家钱的。对呀。诸位，时限未到，等期限一到，我季莺莺一定给你。什么时限不时限啊？你要交不出货，我们也不等了。走，和我们见官去。走，出手！哎，朱元陀尚未登记造册，浣花染坊接了大量订单，所收定金不菲。为了维护各位掌柜的自身利益，杨警官特请孟县令派遣衙役协同办案，将季家一干人等就地羁押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以慰民心。金娘子，可有异议？交货时日未到，我季家便不算违法，也不算违约。只是，也不能不让我们出去采买换丝吧。杨警官说了，需要什么尽管拿钱拿银子，他会派人帮你们采买。如果需要西边换丝，也会派人帮你们送到浣花匕首。多谢杨警官。行了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杨警官定不会让他跑了的。我不走，我不相信，我在这儿盯着，谁跟我一起？我跟不走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走。好啊，杨警官还说了，如果有人趁机生事，也定不轻饶。来，尝一尝，看一看了，我这儿有红花饼卖了，价高者得。我出市价的2倍，我出3倍、4倍、5倍、20倍，瞧不起啊！我出10倍。哇！10倍多啊！想吃什么？老鬼，这交货。你说说你，到底哪里得罪了杨警官，让他这么跟咱们家作对？杨警官是在保护我们，保护？他是借着这个理由派兵守着咱们家。若非这样，那些人早冲进来把咱家都给拆了。哦，对了，登记造册可有眉目了？快了，阿娘放心。你就知道让我放心，这人都堵到家门口了，我怎么放心啊？婷儿，阿兄，我看家里被官兵给围了，我又翻不进来，所以。阿兄，自己人是可以从门里进的。啊？哎，英英，你还好吧？好着呢，我一会儿便和阿兄去染丝。染不了了。
娘子，咱们的人都盯着呢，保管石面上再无1两红花饼。可是我怎么听说，他们之前已经染出不少朱颜陀？那些根本就不够交货的，况且他们也不敢交。那杨警官重新派去登记造册的人，是来不及回来的，既没有造册，又没有染料，双管齐下，保管季家倾家荡产。到时候，季娘子就不得不回头了。山上如何？山上恐怕暂时动不得了。不见了。是啊，怎么不见了呢？这好好的。对啊，雷祖娘娘坐下的绳子怎么会不见呢？你没听杨警官说呀？绳子昨夜替雷祖娘娘显灵赐福去了。各位乡亲，这神像乃是圣物，大家都找仔细一点。我相信，谁若是能找到，定会得到雷祖娘娘赐福的。还有啊，警官府在此承诺，若能找到神像者，有赏。好。杨警官，丧仗是走了，此事不会露馅了。他在最好，这山里边越热闹，对咱们就越有利。虽然不知道牛五娘在这山里搞的什么名堂，只要有这些人在，他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咱们呢，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找他老巢。我虽然不是益州人士，但也知道雷祖娘娘在益州百姓心中之重。你用她做局，你不怕遭天谴吗？这雷祖娘娘若是真有灵的话，她就应知我所求，更该保佑我。但若她只是一宿之下，那这山里的事，便暂时由我这个凡人来护一护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先前一直以为你独断专行，有勇无谋，现在看来，是属下误解杨警官了。夸人的方式可以直接点，没必要拐弯抹角。哎，到那边再看看。是不是我拿了这个，也就可以放了莹莹？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莹莹，怪我无能，只得用这种方式护你。我不后悔，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我跟这家人相识，不知差人可否通融一下，让我进去一叙啊？走吧，走吧，上面可交代了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不是闲杂人等，我跟他是故交。您看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你可别害我挨板子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啊，快走，快走！走吧。这哪儿来的狗，怎么把我鞋给丢走了？季娘子，需要帮忙吗？
我已经没有好处给杨警官了。本官今日心情好，免费。杨警官，今日不举报民女，民女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去哪儿啊？找陈三郎。来吧。怎么不走啊？那赵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急事，杨警官为了帮我才会如此。你找我可是有何事？啊，没事，你平安就好。你要是有急事，你就先去忙。马上要下雨了，赵二哥哥，你快回去吧。郎君，哎，可算是找到你了，把尸体在前面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别跟着我！喂，郎君，你别跟着我！都交代好了。行，我送你回去。可不可以再送我去一个地方？多谢。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不建议你去别的地方。我想去见一下赵二郎君。我看他刚刚脸色有些不对，他应该是有急事找我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行吧。就等我修功德了。你二人若修成正果啊，可别忘了，我今日冒雨送你去见秦老的恩情了。走吧。谁呀？我是吉英英，请问赵二郎君回来了吗？哦，季娘子啊，郎君他还没回来呢。那他若回来，麻烦您转告他，我一切都好，让他放心。好。回去吗？还是再等等？
回去吧。来，多谢。坐稳了。驾。阿娘阿兄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婷儿，哎，赶快去煮碗姜汤来。好。去，你看看你，不让你出去偏要出去，现在你这额头烫的都能烧水了。等一下把姜汤喝了，就赶紧好好休息啊。嗯。二郎，牛五娘子来看你来了。听闻二郎君病了，还不肯看大夫，是有什么心结吗？二郎，不得无礼。无妨。二郎病着，自是心中烦闷，不喜见人。但是二郎病了，这婚期……他病得不重，想来很快就会痊愈。婚期定在了月尾，不知牛五娘子意下如何呀？但凭老太爷做主。我就不打扰了。二郎君，你可听到了？莫要辜负祖父对你的期望了。郎君好好歇着吧。我听闻季娘子也大病了一场，我得去探望探望她。你答应过我，不会再害她。郎君记错了吧？我答应的是，你若顺着我的心意，我便可高抬贵手。但郎君若是出尔反尔，破镜重圆，那我便无法手下留情了。郎君好好歇着吧。这交货的日子一到，季家迟迟却不敢开门。对，不会是跑了吧？哎，这几天天天在门口守着，跑，他能跑哪儿去啊？哎，不会是因为交不了货啊，畏罪自缢了吧？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他们死了，我的钱找谁要去？就是开门叫死！开门叫死！娘子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这领头的掌柜就是咱们的人。这可如何是好呀？不交订单是违约，交了订单就是违法。这咱开是不开呀？还是再等等吧。不等了，你跟龟说，先去后院等我。好，走，龟叔。焦司，诸位掌柜，久等了，在我家门口等了这么久，
要不进去先喝杯热茶？切之不恭。走，还不交费？他说没就没了。不管，不行，我得找。司呢？司呢？把司交出来！交不出来了吗？司呢？司呢？司呢？把司交出来！阿兄，把我们家的司也搬出来。好。上面每一份都标注了各家店铺铺名，各位，请验货。你怎么可能染出来？你没有红，我没有什么。总之，这朱元同定是假的，假的，肯定就是假的。诸位掌柜也是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的人，这是真是假，难道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不，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？那你怎么证明它是假的？那你得先证明它怎么是真的。你先证明它是假的呀！证明它是假的，是真是假？假的，不得由本官来定夺吗？潘验官，验货。是。杨警官，在下已经查明，这下的确是朱元同，不会有假。你可看仔细了啊，这可关系到各家锦户的利益，还有本官的清誉，不得马虎，想清楚了再说。千真万确，这些事不仅色彩牢固，而且色泽亮丽，是精品中的精品。我阅诗无数，但还是头次看到这么好的诗啊！美人既醉，朱颜脱形，恰如其分。行了，只是让你验诗，没让你验诗。诸位既然没有异议的话，那本警官在此作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且慢。怎么了？杨警官，这未经登记造册的私也竟敢公然贩卖，季娘子眼中可真没有王法呀！诸位拿他的私就不怕扯上官司吗？杨警官，是否该秉公执法呀？是啊，杨警官，是啊，杨警官。那个，朱可红，本官近日记性不太好，你可还记得这朱元陀到底有没有登记造册啊？啊，这个，我也不太清楚了，得查呀。对，得查，好好的查，仔细的查，慢慢的查。是。那小子真能赶过来吗？快了吧，劳烦杨警官再拖延一会儿。还是娘子有远见，杨静兰果然来了，好像是有意的在拖延时间。他既敢拿皇命来压我，那我便让他看看，这益州城到底是谁说了算的地方。杨警官，你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你急什么？本官刚到任不久，凡事都要小心谨慎。都在这等着，不是正查着呢吗？查着呢吗？急啥？杨警官，按理说这朱元陀可是你自己亲自登记造册的才对呀，怎么会记不住呢？哎，诸葛，今天中午吃点什么？吃什么？一堆东全在查。身为警官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以权谋私，包庇罪犯。
桑长史，桑长史，您怎么来了？他们都在这儿议论我朱元陀未登记造册，您快给评评理呀！桑十四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桑长史，您来的正巧，下官正在办理此案，有刁民叫嚷，还请桑长史主持局面。桑十四郎去长安看他阿姐了。你们问他干什么？哎，不会因为这点破事，你们把他也拉下水了吧？啊？是他主子请您过来的。换花染坊违制染色，违规交易。羁押染坊所有人员查封换花染坊，所有赃物就地销毁。哎，不，桑长史，桑长史，请三思啊！收得好，收回。桑长史，这应该是警官的案子，您怎么抢上了？杨警官，此案情节严重，关系重大，上面已将此案移交本官调查，你可有异议？这上面的人是谁啊？上面就是上面。您都是国丈了，还怕上面的人？我不过是个名头，人家是有实权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走！实行因我而起，要抓抓我！此不叫父之过，长兄如父。有什么事冲我来。不是他干的，要说抓我！什么抓我？有什么好吵的？你们一个都跑不了，给我带走！桑长史，且慢。英英，你先歇会儿，阿娘替你说。阻碍公务那可是重罪，他们不懂，你也糊涂吗？桑长史，民妇只是有几句话要讲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今日前来，并非要害我季家，而是要来取私。如今朱延陀就在眼前，眼下各位就要血本无归，难道你们就这样无动于衷吗？登记造册，分明是有人故意加害我季家。季家为景业增光添彩，何错之有？今日若我季家被抓，无人声援，日后你们再遇到其他困难，难道还指望有人出手相救吗？别说了，不可蓄意煽动他人。桑长史，民意难违，若你今日要执意烧私，恐怕会失去民心。作为父母官，你就不怕益州的百姓在背后议论你吗？是啊，桑长史，我阿娘说的对，季公主说的对吧？对吧？是被你议论你嘞。既然民情如此，本官也不违背民意，这厮啊。本官先不烧了，但是人，本官今日必须带走。刀下留人！造册的文书，你一本，我一本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杨警官不是猜到了吗？本官可猜不到。这造册流程冗长，有心之人必定会从中作梗。
与其环环防备，不如就留一本在明面上，任他们随意出征。而这另一本，我们就要暗度陈仓，找个人送往长安，而这个人要在长安悄悄把这件事办成。那这个人选，还真有一个。圣人口谕，跪！落花纷纷，烧却多。美人玉醉，朱颜驼。娘娘新得一把朱颜驼团扇，手持团扇，为圣人献舞，博得龙颜大悦。圣人命宫中采购朱颜驼，所制蜀锦，为娘娘裁制衣裙。就这么多了，起来吧。这是圣人口谕。是啊，圣人说的。你是谁呀？有何凭证？若是没有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兔崽子！别说圣人口谕，你还敢要凭证？兔崽子，你喝点酒就胡说八道啊！我没。诸位，犬子喝醉了，他喝醉了。我没喝醉。既然是玩笑，那桑长史是不是该带人走了？那就带。别，带！等一会儿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还有呢。啊，登记造册的文书，哎，有长安盖了章的啊。这么个好东西，你怎么才拿出来呀？你圣人口谕都没有用吗？桑长史，登记造册可是成了？成了，已经成了。但看来这儿没有什么事了，还是请杨警官善后，告辞了。走。哼。其实误会一场，那就如期交易吧。各位掌柜，请验司交清余款吧。站长，这是我家，哎，这我家是那个。哎呀，这我家你们几个要不要？扬眉吐气，一雪前耻。今日在我家设宴庆功，可好？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我安排。走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。哎，放肆！玉媛，让他上来。